Hello，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 Lucy。今天是6月25号的复盘视频，Lucy 要用技术面结合消息面双剑合璧，帮你拆解市场。记得点个订阅，再打开旁边的小铃铛，翻倍机会不踏空。昨夜鲍威尔在国会玩了一手太极 Plus， 嘴上说着不要看数据，身体却很诚实。市场直接疯狂压住9月降息概率冲到 70%。更要命的是，消费者信心指数砸到93，预期都没守住，就业预期更是跌回了2021年的冰点水平，集体涌向成长股避险。半导体 ETF 直接暴力拉升 3.67%。星期一，粉丝让 Lucy 预测的 AMD 和美光继续飙升，果然没让大家失望，拿着就对了。这波科技护城河策略简直成了市场名牌。纳指新一轮上涨开启了吗？能否在本周创下新高呢？我们还是来一起看看股票的走势图吧。我们还是从以下2个方面来去分析一下美股的走势。首先呢，要去看一下纳指呢，在这个过程中已经选择了一个方向向上。那么本周的话，能否创新高？那么新来的资金呢，是之前提前避险的资金出场又返场的一个结果。第2个方面呢，是去看一下热门股票的一个分析。首先呢，我们一直以来跟踪的特斯拉，还有 Coinbase，还有 MSTR 会给大家讲一下。另外呢，我们的一个财生朋友们呢选择的这个 APP 到底什么情况呢？今天 Lucy 也会分析一下。还有我们粉丝留言想要 Lucy 去给大家分析的一个 SOXS， 其实呢是一个半导体的一个3倍做空。当然看到昨天那个行情的话，可能会需要说要不要止损出来啊。另外呢，咱们的一个观众福利就是你最想听哪只股的一个深度解析呢？评论区可以把代码打出来Lucy 找时间给大家分析。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纳指的日线走势图。这张图表呢是日 K 线的一个走势。我们可以看到呢，纳指昨天是以一个跳空缺口呢来选择的方向。那么它现在呢选择的一个方向是向上的。那么昨天 Lucy 呢也在咱们的一个内部美股洞察的一个课程里面呢，又给大家讲，其实它选方向这个事情其实是5-5开的。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知道就是即便是它选择向下的话，其实也在我们的一个这个测算的一个范围内。所以说，既然它已经选择了向上的话，那我们就以多头的思维来去看。那我们看到了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纳指它是一个处于一个震荡上行的一个走势，而且呢，在近2周的一个时间，其实是没有出现这个拉升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参考的一个标准呢，就是 Lucy 在这个盘前广播里给大家讲的19800点。那刚好昨天它这个 K 线呢，就是一个跳空高开，然后开盘就已经站上了19800所以我昨天呢给大家写了2种情况，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行情广播。首先呢，是在这个周一的时候我给大家写到了，我说这个其实呢，如果我们说要去看 K 线的话均线都已经掉头向下了，那么收盘的话在这个21日这个均线附近，如果我们以 MACD 来去看的话，其实它是一个这个多空争夺比较激烈的，后续呢并不乐观。而且呢，我们叠加了是什么呢？叠加了这个方向就是说消息面，但是我们也很保守。我们把这个上周9号这个 K 线呢去做一个区间的一个比较。那么如果说这个本周的话它这个走势势必要选择方向了我这里写了本周势必要选择方向昨天就选了一个，但是它选的是向上的接近这个十字星的走势就是我们的一个判断。那么我们说多方上攻乏力，其实是从 MACD 来看的，历史高点呢就近在眼前了想要冲过去的话，先回调再拉升更健康。所以我们看到呢，其实这个星期一的话是一个盘中微起来的一个走势，所以说呢现在还算是一个这个比较强势的。那么紧接着第2天的话就出现了一个什么？出现了一个拉升。我们说这个盘中微起来之后呢，那我们的一个唯一的参考标准就是你不能跌破19380.58这个具体的，那你不能被跌破了。但是呢，如果说我们是分2头的多空都分析了，那么昨天果然如果日线持续上涨的话，那它必须要突破19800昨天开盘就已经超过了，那么要选择多头思维来操作，那目标位突破前高的话，那就是20204是这样的一个这个文字的一个播报。
那我们来去看一下啊，这个图形呢，那现在就比较清晰了。我们现在看到一个缺口呢，它现在已经突破了前期平台，也就是说19800被突破了。那我们只看前期的一个高点，也就是历史高点啊，20204这个位置。那我想啊，本周它在一个这个资金返场的一个过程中，那么它有可能会去突破啊前面的一个高点，所以说我们大家可能要一起见证啊它的一个这个新高的一个出现。那么在这个过程呢，其实只是前面啊2个月以来的一个震荡呢，其实它就是在消化左侧的一个这个压力。毕竟啊，之前呢也是通过了2、3个月的一个震荡呢，是出现过压力啊，然后并且回调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它就形成了一些这个对称的一个走势。但这个对称的走势呢，它是一直是这个区间的比较窄幅震荡啊，所以也给我们一种就是它可能摇摇欲坠的感觉。但是无论怎样，现在它已经选择了一个新高的话，那我们就尊重市场的选择。那毕竟呢，我们还有一个 MACD 可以参考。那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它没有跌下来，而且这个地方如果再出现一个阳线向上的话，那它这个地方就出现了一个金叉，那有可能纳指啊就是这个本周的一个下半场，那就可能会选择这个新高了。所以呢，我们要一起见证啊，这个是对纳指的一个分析。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特斯拉的日线走势图。我们可以看到呢，目前为止啊，特斯拉呢一切的一个走势呢，尽在啊 Lucy 之前的一个画过的上升三角形的一个运行过程中，而且呢，我们已经拿捏到了啊这一个10%的一个大阳线。那么近一段时间对特斯拉的跟踪呢，我们也是拿捏到了它的一个单阳不破的一个走势。那么这一天呢是这个第9天啊，它选择了一个向上。那么这一天的话，大家也记得啊，它是一个10%的一个阳线。那我们财生朋友呢是赌到了这一根大阳线，并且啊还有这个朋友拿到了这个 call option 的一个这个8倍的一个收益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发现了啊特斯拉它一个上行的一个这个机会，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它的一个机构成本线呢，就给我们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一个作用。我们可以看到呢，它在这个地方是出现了一个这个底分型的一个走势，而且呢，它依旧选择了这个单阳不破啊这个战法。那么在第9天呢，也如期出现了一个大涨。那现在就有一个问题来了啊，特斯拉呢，它在出现了10%的一个阳线之后呢，紧随其后，昨天呢是收出了一根高开低走的光头的光脚阴线。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咱们做特斯拉的朋友啊，可能会比较担心啊，说这一次是不是啊又是这个假的一个大阳线突破。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Lucy 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个思路。我们来看一下呢，其实特斯拉它在之前的一个单阳不破的一个走势过程中呢，其实它的每一段这个拉升啊，会有20%左右的一个这个走势。那么它在这个过程中也是一样的，这一段是26%。那么我们抓住了它的一个这个单阳不破的一个战法呢，那它在这个地方只拉出了10%的一个走势的话，那就说明它的一个这个拉升的幅度还不够。那么我们看到呢，前期我们的一个压力位呢是在361块6毛2这个位置，所以说依照这样的一个图形来去参考的话，那它有可能会在本轮的一个上行过程中呢，会突破掉这一个压力位。所以说到目前为止，如果说它想突破的话，那它还会有一个20%的一个拉升。所以在昨天的这一根阴线的一个过程中的话，其实 Lucy 看到的是机会，而不是风险。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是如何去描述它这一段的一个这个走势的？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在连续2天的一个分析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特斯拉呢日线方面它的一个箱体下沿呢缺口附近一直没有回补。我们之前有说过它有资金异动，也就是说有机构资金呢再去参与。当然我的一个分析呢就是332这个颈线位的一个标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一个抄底套餐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说如果要是出现的话，那就妥妥的可以闭眼买。但是呢它没有出现这样的套餐，但是我说9天是这个选窗口的一个这个时机，所以说纳指没有特别大回调的话，有可能选择向上突破332这个是我星期一给大家写到的。所以在盘中其实它开盘之后呢就迅速的突破了。那么我们看一下昨天的一个这个分析，我们说9天的话已经确定了
昨天是第9天，那如期出现了10个点的大阳。那么按照特斯拉的一个单阳不破战法之后呢，它有一个20%以上的拉升空间。那么这个刚刚也给大家讲了是如何去参考的，也就是说前期前高的压力位 361.62 会有2种走势，重点在这里。那我们第一种呢是直接突破压力位后回踩站稳再拉升，一会儿给大家画一下是什么情况第二种呢就是它在压力位附近蓄势后再拉升。所以说我们要去看，那如果是你拿波段的，我们的财生朋友，那你的波段参考的日线的标准就是日线级别的散财童子有没有形成就可以了，它没有形成你就不用卖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分析方法。那我们来去看一下就是我刚刚说的2种情况到底是什么样。那么首先第一种呢，就是我说它有可能顺势20%突破这个位置之后呢回踩之后呢再拉升。那这是第一种情况它就不对它就不是这样的走势了。那昨天给到的是什么呢？它昨天给到的是第二种走法，就是它还没等到这个压力位之后呢就出现了回调，也就是这一根 K 线的一个回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昨天的一个分时的话是高开然后一路向下的一个走势。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特斯拉的话Lucy 看到的是它的机会。那如果说它在这个地方我们去参与的话，那它今天如果再拉升一个阳线去向上的话，那是不是我们就买到了一个低点？那么这个是特斯拉的一个这个分析方法。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筹码对于特斯拉来说的话，机构资金已经非常明显了它在这个地方呢是有流入的，包括下方的，而上方的一个这个筹码呢并没有。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没有套牢盘。那所有买了特斯拉的朋友们呢，那应该是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已经全部都离场了。所以在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特斯拉如果它上行的话基本上是没有压力的。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我相信特斯拉它的一个上行空间就还没有结束。那么我们第一个参考的压力位的话就是 361.62 也是我在盘前广播里面给大家写到的，那么就是这一条线。所以说我们静待特斯拉它每一次回踩的一个机会。那么我们如何去参与呢？就是在60分钟。那我们60分钟的一个这个 K 线呢，它昨天其实已经出现了蓝线的一个这个机构低吸。我们看到每一次蓝线机构低吸之后呢，它后面都会跟着一个这个上涨。所以说昨天其实已经出现了机构低吸。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如果说你还想上车特斯拉的话，那就还是有机会去赚到它的一个差价一个空间。那么这个就是特斯拉的一个走势。那讲到这儿的话粉丝朋友们注意了，如果说你想紧跟我每日的一个更新的一个动态就是 Lucy 的盘前广播，想要跟踪特斯拉或者是纳指的，如果还没有拿到这份独家资讯的朋友，你赶紧去找这个 Lucy 的助教。如果你是第一次刷到我的视频呢，你听好了想跟上 Lucy 的一个直播分析的话，那你第一步的话肯定是赶紧点个订阅，成为订阅粉丝。作为见面礼，新朋友呢可以立刻解锁整整1周的一个财生会员的一个体验课程的一个资格。那么它的一个整整1周呢是3节课3节课会在香港时间的一个下午5点。那么每周的周二周四还有周五，那本周的话就剩周四周五了那么这个课程里面大家会学到什么呢？就是你可以了解Lucy 的一个技术分析的一个方法，那么包括精准的一个这个走势拆解，期权实战的一些技巧的一个机会。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周二的时候6月24号的美股洞察在这里Lucy 给大家讲了，就是我们的一个财生朋友在这个特斯拉的一个这个看涨期权里面收到了8倍的一个收益就是那天10%的一个这个大阳线是如何拿到的，也给大家去分析了。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课程的话如果说你听了体验的话，你就会知道我们是如何去操作特斯拉和期权的。如果说你想跟踪这个 Lucy 的一个这个盘前广播甚至是我们的一个这个内部的美股洞察的一个体验课的话，那你现在呢就去视频下方置顶链接里面找到 Lucy 的助教老师呢，并且给他发送口令口令呢是礼物2个字，就可以领取到了这样的一个体验资格。那么本周呢 Lucy 团队的老师还给大家准备了龙头股的一个这个机会的一个把握。
我们本周的这个龙头的一个这个课程呢，也给大家准备好了。从24号呢到27号也连续4天的一个课程，那么会给大家去教大家如何去识别这样的一个龙头股的一个机会。上周的 Coinbase， 包括这周的特斯拉呢，都会抓到一个这个大阳线呢，这就是我们使用了我们的一个这个一些战法的一个机会。所以说想要在这个震荡的一个市场想抓住龙头股的朋友们，那你就不能错过这样的一个课程的一个机会。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 Coin 的日线走势图。我们可以看到呢，连续这个4天的一个大涨呢 ，Coin 现在是来到了一个348块9毛7的一个位置。那么相信呢，手里边有这个 Coin 的朋友呢，也不在少数。在这个过程中，我相信大家可能会想要知道这个股票到底能涨到哪里去。我们可以看一下呢，在这一天是 Lucy 发现了它的一个这个抄底套餐的一个形成。那么我们是在这一天去提示的。那包括呢，在这一天其实呢 ，Lucy 有看到了它的一个第一压力位是308，有跟大家说可以降一降仓位。那么我们的一个财生朋友呢，手里边还拿着这个 Coin 的一个正股。那包括这一天我们其实有财生呢也去做了它的一个这个 call option 的一个这个机会。那我们来说一下 Coin 呢，它现在涨到这个位置我们来看到我们是如何去把握它的一个机会的。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去看一下这个60分钟的一个图表。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是在发现了它的一个抄底套餐的时候呢，去提示给大家的在这个地方。那提示之后呢，这一天是一个跳空的一个高开，那么我们也有这个财生朋友直接冲进去了，那拿到了它的一个第一天7%的一个收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Coin 呢，它可以出现一个这个波段的一个卖出的一个机会之后呢，它在第二天还出现了一个回踩上车的一个机会。那么我们也在这个蓝线机构低吸的位置呢参与到了第二波。那么在这个过程呢，第二天它是拉升了一个20%的一个走势所以说我们稳稳的拿捏到了。而且呢 Lucy 也在我们的一个视频里面有给大家讲解，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它一直没有跌破它的这样的一个黄 K。 也就是说在近2天的一个行情过程中虽然说它遇到了压力位我们进行了一个降仓位的一个动作，但是后面的这一波我们也有财生抓到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呢，我们的一个这个黄色的 K 线起到了决定性的一个作用。那么在这个地方它走出了一个这个神龙摆尾的一个走势。那么之前呢，也是 Lucy 给大家讲到过的一个这个战法我们是在内部会员的一个视频里面讲到的。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昨天的一个拉升的话，其实呢因为没有出现卖出的一个信号，那我们就可以拿到这样的一个收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一个财生朋友在他突破了我们的一个压力位之后呢，他去做了一个 call option 的一个这个买入，所以说呢昨天也给到了5倍的一个收益。那么现在呢 Coin 它的一个位置呢就来到了一个这个阶段性的一个高点。那我们看到Coin 它在这个历史高点呢是429块5毛4这个位置。那么现在呢它处在一个相对来说是遇到了前期的2个高点的一个压力位，那么也就是这个高点和近期的一个高点。所以说它这一次能否一举突破这样的一个压力的话呢，那 Lucy 也觉得它现在没有出现三财童子，也没有出现卖出的一个信号，那我觉得还可以再向上的去看一下。近期我们有几个标准。那第一个标准呢，就是在这个拉升的过程中呢，其实我们是在1号 K 线的时候发现的。那么1、2、3呢，都是给到了一个这个27%的一个收益。那后续呢，4、5、6，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是处于一个黄色 K 线。黄色 K 线呢，其实是短期的一个超买，因为它的一个大幅拉升呢，现在价格已经来到了348块9毛7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一个参考标准呢，就是这一个黄 K 呢不要被跌破。但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这个6一旦被跌破的话，其实它回落的一个空间会比较大，所以我们的一个参考标准呢，就是会给到后面的 K 线。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说你手里边还持有这个 Coin 的一个仓位的话，那你的一个参考标准呢，就是我们要等这个九转序列的7、8、9出现呢，才会给到一些这个参考的标准。当然它现在呢向上的一个动能还存在，因为在这个地方Lucy 看到了一个这个比较
积极的一个信号，就是说我们的第一呢，散财童子它现在没有资金的一个流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在这个过程中啊，这里的一个筹码啊，就是这一段来的一个筹码，机构筹码它还没有走。那么这个也是我之前给到我们财生朋友呢讲到的一个这个筹码峰的一个方法去判断。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如果说你有机构的一个这个加持的话，它在后续的一个走势的话，可能会再继续出现新高。那么这个是 Coin 的一个日线的分析。那我们给到财生朋友的一个离场的一个标准呢，这边就给到啊，它的一个60分钟的一个 K 线。那么它现在呢60分钟是出现了9号 K 线，也就是说在一个上行的走势过程中呢，9号 K 线它的下边界不被跌破，那么这个就是参考的一个标准。所以说呢，这个9的一个位置的一个上下的2根线就是它的一个参考标准。只要这一个价格不被跌破的话，那你还可以再去拿一下。这个是 Coin 的一个分析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 MSTR 的日线走势图。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为什么把 MSTR 拿出来给大家讲？其实呢还是有一些这个机会看到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近期呢，它在一个箱体震荡过程中呢走势。那 MSTR 的话呢，它在这个箱体震荡的过程中呢，其实低点的这条线，那么364块2毛5这个位置呢，其实在周一的时候有被这个小小的跌破，但是它收盘价的话是收在了这条线的一个上方。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昨天其实出现了一个跳空的一个缺口呢，然后出现了一个上行，这是第二点。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它为什么它在这个箱体窄幅的一个箱体震荡过程中，从370到这个高点是390的话，其实是不足10%的一个空间。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它已经震荡了2个月这个就引起了 Lucy 的一个注意。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来去用这个黄金分割去做一下测算大家就明白了。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点呢，选择这个蓝 K 的一个这个开盘价。那么高点呢，我会选择在这一轮的一个上行的一个高点。我们可以把它选择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回踩的一个位置的话就比较清晰了它回踩了61.8%的一个位置，也就是说356.72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它现在连续2次踩到61.8%这个位置没有破，证明它的一个支撑会非常强。61.8%是非常强的一个黄金分割的一个支撑。所以在这个地方2次都没有跌破的话，那它是否在这个地方会选择向上呢？那我们就要去跟踪它的一个日线走势了。如果说在这个地方它第一个位置呢，就是要突破这个前方的一个缺口，也就是这根黄 K 的一个这个收盘价它第一个目标价位呢，是它一定要把这个缺口的这个位置呢去站上。那么这个价格呢是393一个位置，所以说呢这个缺口它一定要被这个补掉它才能继续上行。这个是对近期的一个股价的一个测算。那么另外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上方的这一段的一个筹码其实有松动。那么它去哪里了呢？它是来到了这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近1个月的一个震荡其实呢是主力在吸筹码。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不跌破它的一个61.8%的话，它有可能会选择向上。所以昨天这个 Lucy 在这个我们那个盘中经这个我们的财生们的一个提醒，所以 Lucy 呢在昨天的话也会选择去做了一个盘中的一个 call option。那么昨天的一个赚钱效应呢非常足达到了84%的一个收益那我就直接 close 掉了这个合约。当然呢，我现在手里边还有另外的一个到期的合约，那我其实是想要去看一下它这个缺口是否能被在这一周被补上。那么它也只有一步之遥了，这个就是 MSTR 给到的一些信号。那我们来看一下60分钟，其实60分钟昨天呢是没有出现只在这个位置出现了蓝 K， 但是它没有出现白 K 这个是比较遗憾的地方。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比较亮眼的地方，就是龙头引力呢，它是在60分钟出现了资金的一个流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去结合刚刚讲的日线的一个筹码的话，大家会发现这个地方应该算是一个波段的一个机会。所以呢，昨天 Lucy 呢是做到了这一段的一个收益做到了这样。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 APP 的日线走势图。我们来看到呢，这只股票呢，其实是我们财生朋友们呢上一周发现的一只可以抄底的股票。我们来讲一下它现在所处的一个位置。
那首先呢，我们是在它的一个这个日线里面发现了它有一组蓝 K，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也引起了我们的一个注意。当然我们上一周的话发现的时候呢是在这个8的一个位置。那么我们的财生朋友呢就提到了问到 Lucy 说这只股票是否是有机会的。那 Lucy 也给大家看到了机会，那就是说我说再等一天等一天是什么呢？就是等一天我们的这个9转的一个机会。那么终于呢在上个星期五的话等到了9号 K 线，那它依然是一根蓝色的 K 线。那我们知道就是在我们的一个抄底套餐里面，日线是蓝色 K 线呢只是先决条件，那我们还要去看其他的一条 K 线。那这里呢先提示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一条白色的均线呢是170日均线，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它在序列9之后呢是来到了靠近170日均线的一个附近。那么我们会怀疑这个170日均线是否对它来说是一个支撑。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要去寻找60分钟呢是否满足抄底套餐的第二个条件。那我们来一起看一下。那60分钟的话，那果然它在上个星期五就已经出现了白色 K 线，那么它是白 K 加上一个聚宝盆的一个，这是我们的一个第二个条件，也就是说我们的一个抄底套餐条件。所以说我们有一个财生学员在这个过程中呢是参与到了它的一个抄底。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第三个条件，就是30分钟。那30分钟同样是有白色的 K 线和它的一个聚宝盆的一个位置，我们的一个抄底套餐呢就成立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财生朋友呢是纷纷加入到了 APP 的一个抄底的一个过程中。那么2天的一个阳线的话也给大家不错的一个收益。当然我们这个套餐呢它的持续时间的话是3到5天。所以我昨天在咱们的一个盘前广播里呢有写到 APP 的一个走势。那我们说上周走势呢出现了抄底套餐的一个信号，那日线呢也如期给出了反转，那股价呢盘前出现跳空缺口170日线附近有支撑，也就是刚刚我给大家看的出现了反弹。所以说这个反弹呢周期可看3到5天。那么昨天呢它是第2天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是给到了大家一个价格我说这个短线如果能回踩335的话你可以低吸，那止损线呢也给大家设为了323，所以它的价格呢其实如果说回撤的话也就是12块钱不到5个点。所以我们来看一下APP 呢它现在的一个走势的话就是出现了第1天的一个反弹，这是第2天，所以我在盘前的时候给大家做了提醒。所以呢我们看3到5天的话那应该是还有今天1天。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 APP 的话我给财生朋友们呢是给了一个提示就是说我们在抄底的过程中呢你是可以去做 call option 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一个这个学员呢他是做到了当日1倍多的一个收益1倍多的一个收益。所以说他非常棒，他的 call option 和他的正股呢是同时赚钱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要分析的是我们粉丝问到的这个3倍半导体这个3倍做空这个标的，那么 SOSS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呢我们看到了昨天呢它的一个这个半导体的一个走势的话，你像我前天给大家分析的 AMD 还有呢给大家分析的一个美光呢其实都在这个半导体的一个过程中。那么这2只股票呢其实它还是有上行空间的，包括昨天的一个这个英伟达它也跳空向上还有博通。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呢这个标的的话是没有办法再去参与的。那它现在出现了一个纳指的一个跳空向上的话，也就是说半导体呢它在这个过程中也受到了市场的一个青睐，科技股呢它现在就是一个避险资金的一个选择。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它没有出现我们想要的这个聚宝盆没有资金去流入去做这一只的标的的话，那它肯定不会出现一个拉升。所以在这个过程呢它虽然出现白线的话，但是现在差一个条件，就是那个聚宝盆的一个形成这个聚宝盆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流入。所以这只标的呢我建议现在这种局面的话呢要先止损出来才可以，不然的话它是一个3倍做空的话，其实它在震荡下行的过程中它的一个磨损会比较大。这个是对半导体这只标的的一个分析。我们再去做这个反向 ETF 的时候呢一定要去看一下这个正股的一个走势。那其实它真的出现这种低洼区的话还不是我们的一个入场的一个标准，它至少要有一个资金的一个流入，包括龙线的一个出来，这样的话我们的一个准确率和胜率才高。今天咱们的分析就到这儿，我们下期见喽，拜拜。